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川普才说呢，接下来2周要对伊朗来进行大规模的毁坏攻击，结果伊朗就展现了它的精准打击能力。好，来看到呢，伊朗是发动了上百枚的重型导弹，在驻有80名美军的地点呢，也遭到了精准打击。好，这次的联合行动啊，是在以色列多地军事目标区域来实施打击。那么801处驻有约80名美军的基地也遭到了精准打击，甚至美军在科威特军事基地呢，也是一样遭到了导弹袭击，一架直升机也被击毁了。好，那不仅仅是军事基地啊，伊朗说的要对美国企业动手，现在真的开第一枪了吗？好，亚马逊位于巴林的云端运算业务呢，在伊朗发动的攻击中受损了，而这是该公司1个月内第2度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业务受到了影响，甚至啊，伊朗外长也呛啊，说呢，我们对你们美国零信任。好，他说我们的立场很明确，目前呢没有谈和的余地，没有谈判的余地，我们正等着他们来。我认为他们不敢，我们非常清楚要如何去保卫自己。在地面战中呢，我们甚至能够比你们做得更好。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应对任何形式的地面攻击了。所以你川普继续呛啊，他们可是有100万大兵在这里等着你们哈。那现在川普靠什么呢？靠的啊，可能就是精神胜利法了吧？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看自己已经胜利的。In these past 4 weeks, our armed forces have delivered swift, decisive, overwhelming victories on the battlefield. Victories like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before. Tonight, Iran's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in ruins. Their leaders, most of them, terrorist regime they led, are now dead. Their command and control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s being decimated as we speak. Their ability to launch missiles and drones is dramatically curtailed, and their weapons, factories, and rocket launchers are being blown to pieces. Very few of them left. We are going to hit them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next 2 to 3 weeks. We're going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 Stone Ages where they belong. 好，川普的记者会已经成为他的吹嘘大会了，但是他也在呛声了。他说呢，如果美国跟伊朗之间在接下来的时间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呢，美军要怎么样锁定关键目标，也就是可能同时轰炸伊朗所有的发电厂。那川普也称啊，美军是有能力去攻击伊朗的油井的我是相信美军确实有能力啦，但是你敢这么做吗？而且现在啊，美军好像也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哈。来看到啊，美媒就说了，说美军正在向中东地区去增派18架 A10战攻击机，好，要把它部署在中东的 A10攻击机规模再扩大1倍。那么这些战机呢，就可以去协助夺取荷姆兹海峡，或是呢被用来夺取哈尔克岛。好，但是啊，这个川普下令呢，要去把伊朗的核原料、核材料给夺取。但是美军恐怕面临的是什么？情报真空，还有高风险的作战难题。好，那目前美军已经应总统的要求啊，提交了夺取伊朗境内460多公斤浓缩铀的计划了。那么计划呢，就涉及要用空运呢挖掘设备进入现场啊，而且还要去修建一条跑道啊，才能够让飞机去运走核材料。在战争的时候，你还有时间去挖这个空军设备，然后再去建跑道，我们也是觉得很了不起啦。那另外呢，现在美国的前高级军官也警告了，说呢，如果你美军呢真的要去派地面部队攻伊朗的话呢，那么你很快的就会被吞没即便美军呢你的执行夺取哈尔克岛的行动，由于这个岛屿呢它十分的靠近伊朗本土，那么美军也会暴露在伊朗的无人机啊，还有导弹的打击攻击之下呢，是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啊，美军又在
失去了2架的死神无人机了。好，美军呢在伊朗中部伊斯法罕附近再度损失2架 MQ9 死神无人机啊。包括了这个之前到现在呢，总共损失的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就已经达到了16架了。更不用说啊，这个美军的很多的雷达啊，这个预警系统啊，也都被这个伊朗给摧毁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还真的有办法再进行2到3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吗？请教赖教授。看起来川普是要这样做了啊，因为他怎么给自己一个下台阶呢？很明显的，伊朗是不给美国任何下台阶。他怎么表现出他不给川普下台阶？你看，川普在记者会，而且是全国的演说里面，全国，而且之前就已经有吹风的，他有他的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李维特就一直在强调，这次的演说很重要，是面对于全国的。而且呢，川普自己本身也迫不及待的在他的除了 social 啊。不断的告诉大家说他要演说什么样的内容，他都已经有在做吹风，所以他已经在进行动员。可是就在他演说的时候，伊朗对于以色列全境，还有对于周边的国家，要包括对美国的大企业，还有对美国在周边国家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大规模的攻击，100多枚导弹就这样打出来。那您也知道，这个导弹是要准备的，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些坐标，要把这些辨识的地图的照片，把它烧进它的这个晶片里面，然后还要有精确制导的等方式，所以它本身的这些准备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因此，很明显的，伊朗就是故意的、刻意的，要在川普的演说期间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告诉美国也告诉全世界说，伊朗没有要停战呢。伊朗不但没有要停战，而且要打得更加的激烈。第二个就是伊朗本身没有跟美国在进行谈判呢。谈判是川普自己说的，他到底是跟哪一个人谈呢？到底是跟空气谈，还是跟自己谈，还是跟鬼神谈？反正你就是没有跟伊朗谈也就是伊朗没有任何人跟你谈，你每天在那边谈说。我们已经在进行秘密谈判了。二方面说，如果你伊朗不同意我的协议，我就要跟你更猛烈的攻击。可是他说根本没有谈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变成一个我们所谓的罗生门。可是其实也不算罗生门，因为全世界，包括美国前 CIA 的局长，他都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呢？他说，如果要就伊朗跟川普，你要选择我比较相信谁？我说我相信伊朗，我不相信川普。那你就可以知道，川普他基本上的人格已经破产了，他的信用也破产了。也就是他在那边吹嘘，他用他的精神胜利法，就是美国赢了，赢麻了，对啊，讲麻了才可以，讲赢麻了。但是问题就大家说好，你说了就算。他说我们已经造成伊朗的政权更迭了。可是政治学教授马上出来说更迭不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更迭了，我说了算，我说了算。然后他说我已经把伊朗的核设施摧毁了。他说没有啊，浓缩铀还在啊。他说没有，我说了算，因为要不你现在马上给我做1颗出来。你做不出来吗？你看现在他做不出这个核弹，所以我赢了。好，然后他又说我已经把他们的海空军都打掉。人家说没有啊，他还是可以布雷，海军还在啊，还是可以布雷。没有海军了，没有空军了。好，然后他说导弹呢被我摧毁了。人家说已经打出100多枚呀，没有，就被我摧毁了，没有了。无人机呢还在，他说没有，被我摧毁了，所以我赢了，赢麻了，我大胜。哇，不得了，真的是伟大的一个总统。美国选出人类间最伟大的总统，可怕，可厉害的很啊！阿 Q 精神胜利法。好，现在观众朋友提到了一个 A10的攻击机，A10的攻击机在空对地的地面战，它确实是一个好飞机，但是问题就在于它必须要确保它有绝对的空优的情形下才有办法。为什么？这一款这个 AT 的这种A10的攻击机啊，它底下腹部是比较坚固的，
比较强硬的甲板，所以你如果是轻兵器武器或者是防空的，你对于他来讲还不容易打，打到以后他也不容易被击落。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有强大的防空导弹，他可没有这个能耐。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强大的空优，或是有强大的空军，例如说这个 F-16啦，或者是歼10C，那这个战机就不行了，它赢不了这些战机。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款战机它就是要吃定你伊朗的防空能力不够，你的防空导弹不强的，那它就可以进行这个攻击，这个是有效的。可是我觉得为什么美国有很多前军官都会要跳出来讲话，尤其是这位中央司令部的前司令，他为什么要出来讲话？是因为他内行。他以前负责中央战区，就是中东的战区，他知道伊朗的地形地貌，所以他知道，如果你投下地面战，你会害死我们美国的军人。他站出来讲的目的是要提醒现在的美国的这些高阶军官，不要为了巴结川普，为了你的官位害死自己的子弟兵。但是川普真的能够听得进去这些专业的建议吗？接下来的2周是地面战还是夺岛战？请教盛峰委员。是这个整个的伊朗情势发展到现在，已经容不得川普怎么说，因为世界已经看得很清楚。川普就像台湾人讲的，讲查甫人40岁都剩一支嘴啊，就剩下一张嘴啊。他说前阵都死光光，就剩下那一张嘴还没有死。全世界都公认，他讲的话只能听一半，因为另一半对与不对，没有人知道，甚至连一半都不可信。他的承诺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言不由衷，大家也已经习惯了，言信不一。所以现在我们看他的反反复复也就看全世界的股票就知道了。前一天说他准备要停止战争了，这股票大涨。结果呢，今天好像那个味道又不对了，全世界又股票大跌所以它是一个全世界的情势，有人这样来形容它，我把它归纳这个川普搞乱的世界搞砸了美国，搞坏了盟邦，然后呢，搞强了中国，这就是他恶搞的结果。目前所展现出来的情况，这个可不是我说，我现在再举几个例子给各位做参考。那么，美国最近为了这个美伊的战争做了一个民调，对于川普发动的这场战争，一般民众的是28比76，这28比78，这28赞成，78反对。那么呢，假若落到民主党来呢，那就只有10%赞成，86%反对假如落到独立选民呢，是17%赞成，81%反对民主党呢，共和党呢，48%赞成，48%反对，所以从这个比例看得出来，他这一场仗是非常非常不得民心。不止如此不得民心，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他有2个人，请各位特别注意，这2个人是美国少数几个可以接触到美国最高国家机密级别的人。一个呢，就是反恐中心的负责人肯特，他辞职。他辞职，他是川普的铁粉他川粉到极点他认为这个国会山庄事件里面，这个川普是无辜的这民主党是作票的，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现在呢写了辞呈，他的辞呈的理由很简单，我找不到任何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因为我能够接触到最高的级别的情报，我还是看不出来。另外一个呢是情报总监，那他接触到的情报是高级中高级的，绝对是无妨的，这个没有任何泄密给他看到的。这个呢，加巴德也证明了一件事情：伊朗对美国没有威胁，伊朗没有要重启核武计划。还有呢，说美国总统遭受到了人家的这个暗杀的威胁，所以他才去杀哈梅尼，也没有这样的证据，等等，这些都看到了一件事情，美国这一场是不得民心。好了，那战争是不会打下去，我认为不会快了。现在美国在整个的中东的布局，与其说他要进攻不如说他要有尊严、有面子的撤退，有防范下的撤退，而不是像当年这个拜登
在喀布尔机场那一种苍苍惶惶的车队，美军还被追着赶打的车队，他大概要做这一幕，然后光荣的返乡，然后用他赢麻了的哲学告诉大家，我赢麻了啊，就是这样子，反正赢不赢就在他的一张嘴，不需要有证据的。好，所以盛峰委员是认为接下来不会打，他要撤退了。那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我在 T 台已经很久，那我发觉 T 台的所有在场的这个所谓智慧之人，我觉得都非常理性，分析得非常准。你看我们从头到尾基本上都看到现在，甚至可以看到未来，几乎都没有离谱嘛，就是完全抓到川普要怎么做嘛。所以从川普交易的艺术开始走出3招：第一，一直攻击，一直攻击，他话语很会攻击啊，喊大的啊。他真的敢不敢呢？心中搞不好怕还是喊啊，这就是他这个从一般做生意做到现在带领国家做法嘛，大家都已经懂了。第二个呢，永不认错嘛，他绝对没有错的，你知道，他现在失去民心，他有点害怕。第三呢，他死不认输啊，他永远是赢的，他讲的时候永远赢，他完全没有赢，他还是赢，赢了什么我们不懂。我就讲过，他多少的不管4个条件6个承诺15点。他不是要人家核要完全收手，不是要人家弹道不要做，不是不能封锁荷姆斯海峡，不是不能用你的代理人去支持代理人，你哪一个达到了？他达到的赢是说我们炸了他很多地方，我们打死了，他没有讲打死很多人了，太不人道。炸了好多他军事基地，我们把海军摧毁了，我们把什么东西湮灭了。讲不好听一点，都打到他不关痛痒，只是去伤人家的防御的一些军事武器而已，所以人家以牙还牙。而我们看到的伊朗对岸，奇怪，这样的一个波斯帝国国家，为什么他能够打到这么小个这个，所以武器也不比人家一个军武不对称的这个模式，为什么会赢？我觉得也没有说赢啊，最少我觉得他很细腻，很智慧。我觉得他要的东西不是停战，他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跟你谈，因为他要永不被侵略，就这么简单。他要国际，甚至签个字上来说保证永不侵略。我只是要生存命脉，我们国家要维系下去。你炸我们的时候，你一炸，我们神权保护住我们的国家维系下去。你不要再侵略我们，这是我们要。所以你川普从来不敢讲这个不侵略我们，你只是要我们要 surrender， 就完全投降。请问怎么走得下去？我觉得很好笑啊！我跟你讲，我回忆到2001年9月11号，因为我在纽约待10年，非常清楚那个911啊。当打掉了2个南北大楼，就是双子星大楼的时候，在那个 South Bank 那个地方，请问旁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当时跟朋友在聊说，炸这2个其实实体的不是最重要，但是他没办法，只能炸这2。他如果今天把他旁边那个，也就是在这个 Broad Street 11号啊的那个叫 NYC 啊，就是跟那个 Wall Street 交口的那个叫做纽约证交所，把他那个 Trading Floor 炸了。我跟你讲，飞机如果很能命中，直接炸了，所有人的金流断线，我跟你讲，美国就完了，那才是重点。你不觉得吗？现在伊朗越来越智慧，你打我跟你讲，我打你更厉害的，你未来的科技公司、另外的金融机构，我 Amazon 先这样毁掉你的这个云端，将来还有你那么多企业在中东地方，我全部毁掉，绝对会直接间接影响到未来美国在经济、在科技的发展。请问美国要怎么走？还有啊，我觉得当他对他零信任了，当然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再讲下去。这个地面战争，我觉得真的很离谱，这直接就让我想到在1965年的德浪河谷战役。真的，他如果打下去，我刚刚一定很惨。各位去看一下德浪河谷战役发生什么事，我们有时间再谈这个内容。我越看越惊悚，因为你只要看有一部电影叫做《勇士们》，我们这种年纪都听过，叫《We Were Soldiers》，就是在形容这个。他如果真的打那个岛的话，我跟你讲，就有可能再一次勇士们。好，重点是现在伊朗是不是如川普说的已经被打趴了呢？我们来看到，在川普声称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导弹系统还有防御系统的几分钟之后呢？伊朗就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导弹，而且呢，伊朗军方还表示近日多次发动了无人机的打击行动，目标呢就是以色列的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的相关基础设施这包括了武器设备生产还有研发中心声称这个袭击呢引发了火灾，造成了损失。拉斐尔可是以色列的这个军工巨头而且铁穹就是拉斐尔公司造的结果现在被打趴了。好，那现在呢，伊朗也说了，他们要展开真
实承诺4第89部的打击行动要动用了超过了100枚的重型导弹，打击范围要覆盖以色列全境啊，就是我没有要收手的意思，我还有能力去对你进行全境打击。而且现在伊朗10分钟呢就5波的飞弹袭击以色列，导致多地都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甚至呢，你看到这个画面飞机的残骸就直接这样子坠落在地面。而且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呢，一处地点呢也是一样遭到了飞弹打击真的是非常的惨，非常的可怕，烟雾弥漫。但是呢，这全部都是导弹打过来的。好，但不止如此现在以色列真的是四面楚歌，因为包括了胡塞、真主党，通通都要来联合袭击以色列。胡塞的发言人呢，稍早发表了声明证实胡塞在今天呢展开了本轮作战以来的第3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呢是跟伊朗、黎巴嫩真主党来进行联合展开的。好，那现在胡塞武装组织呢也再次的发起袭击，还直指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目标。好，他在4月1号表示呢，我们发起了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直指以色列南部的重要目标。好，那现在这个情况川普是不是还要继续打下去呢？他可能真的是想要收手了。那 CNN 就报道说呢，现在川普坚持要打下去，结果导致什么呢？全球有数十亿的民众明明就没有投给川普，但是呢，川普还把他们都拉下水。那我们这些民众对川普的作为是没有发言权的，生活却因为他发生了巨变。好，那到底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呢？传出美国呢现在也去派司令到以色列要去商讨停火。美国的军司令呢，却在这个特拉维夫会见以色列防长，疑似就是想要去商讨停火。不过专家分析啦，如果以色列不随着美军撤兵，可能就会沦为众矢之的，遭到伊朗反扑。所以现在问题就在以色列身上了吗？好，那以色列呢，可能就真的会很担心美国撤军怎么办了哈？他担心川普可能在谈判尚未取得明确成果的情况之下呢，宣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大胜利了，赢麻了，然后就结束战争。那美军一旦撤走的话，以色列确实就会孤军奋战，沦为这个伊朗的唯一目标。接下来全境可能真的要面目全非了。我们请教赖教授。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这个坦白说我们不知道，我想美国的情报单位也不知道，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单位也不知道，摩萨德也都不知道。摩萨德本身比较能干的政治的情报工作是在于政治领导人的这个部分，但是对伊朗的到底他的军事能力到什么程度？我个人觉得摩萨德的短板已经出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掌握不清楚。第一波攻击打1个礼拜的时候，哇，美国跟以色列开心的不得了，说我们已经有效的摧毁了伊朗90%的导弹系统，90%然后说我跟以色列的合作，我们把伊朗的2000多个军事目标在第1个礼拜都摧毁殆尽。结果打到第4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宣布说，我们已经把伊朗的1万个军事目标都摧毁殆尽了。那理论上讲，这个伊朗应该没有导弹了。而川普也说，伊朗的导弹只剩下很少，绝大部分都被我们摧毁了。无人机也剩下很少，都被我们摧毁了。结果没有多久以后，最新的一个公布，就是在这个礼拜说，伊朗可能还有2/3的导弹。那也就是说，等于是他们打了1个礼拜的之后，伊朗的导弹只被摧毁1/3。目前传出来的是这样。那到底伊朗还有多少导弹？因为伊朗这一波打得他们心惊胆跳。为什么？一次使用100多枚导弹，一次性100多枚导弹，那等于是他们的导弹存量应该还够，还足够。而且伊朗说，我还可以跟你打6个月。那这样的话，对于伊朗到底还有多少导弹？坦白说，美国也没辙了，以色列也没辙了。那这个情形对于对美国跟对以色列，到底这个仗还要怎么打下去？又会不会被伊朗卷入打一场超过半年以上的
的战争，那这个对于以色列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糟了，对美国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因为我们知道联准会已经决定了，绝对不会升息了，那还不是绝对不会降息了，现在在考虑的是要不要升息的问题了。当然，目前来讲，联准会说我们还没有考虑升息，但是已经是绝对不会降息了。那这个对于美国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头痛的事。如果联准会不降反升息的话，我相信对美国政府它的财政的危机就马上浮现了。其实对以色列也是如此，以色列的经济 GDP 已经出现逆成长，财政的收支已经出现更大的问题。如果它的财政支出越来越负担越重，以色列能熬多久，我们也没把握。好，另外一个问题来了，3月31号就前几天，伊朗的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他突然间公布了他给黎巴嫩真主党的一封公开信。这个信里面就是肯定他黎巴嫩的真主党对于以色列的攻击或是跟以色列的战争是强韧的、有效的。那这个信公开完没多久，在我们的时间4月2号，就是我们的今天，其实在他们的时间是在4月1号，也就是3月31公布这个公开信，4月1号的时候，胡塞组织发动对于以色列的攻击，黎巴嫩的真主党对于以色列实施这个火箭弹的攻击，而且伊朗对于以色列也进行了100多枚的攻击啊，导弹的攻击。这代表什么？代表传说中说伊朗的最高政治领袖已经不在伊朗，或是已经死亡，这个消息就是假的了。因为俄罗斯驻伊朗的大使说，伊朗最高的政治领袖人还在伊朗，而很明显的，他所发布的公开信就很证明了他能够影响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跟胡塞组织，就代表他已经开始在履行誓师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之前说他已经死了，或者是他重伤，或者是他说他断手断脚，或者是说他已经跑到俄罗斯，全部都是假消息。所以现在看起来，以色列真的是四面楚歌，它的情境比伊朗还要危险吗？请教盛峰委员。是蛮危险。今天川普要结束这场战争，不是去跟伊朗怎么谈判，因为伊朗不会谈判，是压制以色列如何不盲动，因为以色列的盲动会把川普的美国就紧紧的抓在中东想逃都逃不了，想走都走不了。所以你可以看未来的发展上，就可以看到川普政府对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最起码我从战争一开始以来就一直注意一件事，在塞浦路斯岛为什么要把神盾级的一艘军舰停在塞浦路斯岛？那跟打伊朗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的专家在预测，这一个神盾级重要的部分就是在控制着以色列哪一天抓狂会使用核弹。因为这一使用下去，整个情势是麻烦。因为以色列有没有核弹？没有，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但大家都认为他有。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伊朗大家不公平的原因。说以色列可以有，那我连研发都不可以。好，现在把它拉回来，在这一层里面呢，已经展现出一个哀兵跟骄兵的问题。因为他把哈梅内伊给杀了之后然后遭到那么疯狂的攻击之后更何况他没有主动去攻击别人的情况下，他前面是哀兵，哀兵对的是骄兵，因为美国跟以色列认为，只要我出兵，攻无不胜，战无不克嘛。我之所以没有打下伊拉克，不是没有打下，是打完了又不知道怎么办了，对吧？阿富汗我也是一样打赢是打赢又不知道怎么办嘛，是，所以他们认为他一定出兵就会赢，结果这个有没有赢？是没有赢。没有赢的结果，伊朗的反击，我们来看看，最起码到现在我统计下来，有10个重要的军事基地跟石油或者
的这个油气这一类的这一个能源机构呢，遭到了攻击，有10个。海湾国家这里心里就很肮脏了，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美国要我买了这么多的防范的武器，而且我还提供驻军给你，你驻军可以帮忙我守护安全，结果发现一点都不安全。台湾呐，把我刚才那一句话想一想，台湾没有美军驻军呐，我们武器再好也没有比海湾国家来得好啊。那这些国家都没有办法阻挡啦，那台湾怎么办？不要再浪费我们的钱了。现在拉回来的道理是，海湾国家本来是全世界基于地缘跟地理位置是最方便、最安全的国家。各位晓得吗？坐飞机只要到阿联酋也好的，杜拜也好，现在的卡达也在极力的发展它的航空公司。那多哈也好，从那里可以出发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从世界可以回到这里，那是多好的一个世界中心点嘛！不止如此，因为他们有钱也有资源，也发现有一天资源会用完，所以怎么办呢？极力的要让自己赶上21世纪 AI 的时代，人工智能的时代，科技的时代。当这一些他来做的时候，全世界的资金，所有科技公司的总部，这个所有未来世界的其他都往这里做投资了。这一打，全部发现，不安全哦。所以美国不离开中东，中东所要画的美梦就难以实现。一样的道理，美元石油的霸权也因为这一次的战争啊，慢慢的被人民币石油取代了。这个的转变都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啊。好，接下来请教念老师。好，我们现在想一下，这场战争最后的背后的这个怂恿者是谁？当然答案就是以色列。前国务卿或者是前总统，像克林顿都讲过同样的话，在美国的高层都不断的，甚至被美国这个以色列会睡说嘛，他们要打伊朗，伊朗有核，伊朗怎么？你们快点来支持我，没有错，过去都有支持，但绝对不是直接就直击。大家非常清楚，奥巴马那个时候就是用政治文人，用经济封锁，用经济制裁，也做了很多招，他绝对不会直接去打。拜登不是也一直被以色列纳坦雅夫要拖进去吗？不是要打那个哈马斯的时候，就是巴勒斯坦，不是也叫拜登打？有打吗？没有动嘛。我们不要讲不敢，谁都很智慧，知道不行啊。那现在出现一个川普，从国内开始，从每个 Ivy School 名校开始，不能有太多的反犹太声音。只要你反情绪街头的这个学校，我开始限缩你的研究发展，我开始打压你的学生。已经发生很多次啊，从校园开始，你已经看到了。奇怪，这个川普到底跟以色列还是他自己是犹太种？我不知道了。好，不管，其实他不是。但重点，他对这个犹太，或者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私下有利益关系。那也有可能，因为犹太很会赚钱啊，律师、医师都是在美国把装了一切，高层有钱的大部分很多犹太人，因此不疑有他。好，那川普是不是有这原因？我随便猜，但这一次他打的这个动作让我觉得好像是嘛，太离谱了。去年钻地弹，你6月4号就马上这个 GBO57打下去就算了，这次你就直接去直击，还在人家开会开到一半，只是人家没有满意你的说法，就突然去偷袭。我用偷袭来形容，这不对。怂恿者还是以色列。那第二个，以色列为什么在前几天就说我还要打，我要打很惨，是要打黎巴嫩南边的什么真主党？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他趁势追击，不是趁胜哦。他没有胜哦，美国没有，好不容易美国来帮忙，来真的打下去了。我的大哥，我的爸爸来带领我打，我怎么能不趁势呢？他趁势追击，这是以色列的想法。可是这次好玩了，伊朗他看起来打也没打输哦，虽然他这个军武比较弱，但是呢，他打得很智慧、很细腻。以后他的前面的代理人也开始啦。你看那个胡塞组织，有没有胡塞？你看那个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当然在这个巴勒斯坦，在这个之前可能被以色列打的重击，就比较没有声音了。你请问一下，现在他们做什么动作？我跟你讲，开始也趁势追击啊，甚至觉得伊朗可能胜了，也开始反击以色列。大家去注意，有没有这种道理？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正在发生。再来最后一个，刚才呢，这个我们赖教授讲到这个美国有 CIA 嘛，以色列有这个莫萨德都很厉害。但的确啊，他们锁定那个将领，锁定那个高阶人士，真的都蛮厉害，情治很厉害。可是我跟你讲，这一次他们出现状况，他们现在连到底谁是领导人都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啊？
他们发觉，我想没有真正领导，只有真主一个真主，就已经化身成所有的已经这个去中心化的领导人。他们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办，甚至还弄出禽弹去炸到学校，你知道，弄以前的这种禽弹。我觉得现在 CIA 当然还是很厉害，莫萨还是很厉害，禽弹最厉害，可是他们都弄错方向了。而且美国现在啊也面临了什么弹药库存见底的状况啊。来看到呢，美国的战斧飞弹消耗已经创纪录了哦，他们已经发射了850枚，这个数字啊大约就占美军中东库存的一半。好，那星条旗报就称了，美国智库分析呢，在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中呢，发射战斧导弹数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的任何军事行动。问题是什么？要补充这些库存啊，需要时间，而且会带给美国短期风险。好，那现在呢，海湾国家也不爽了，因为你一直在射我，所以呢，阿联酋的防空系统呢，又拦截到了5枚的弹道飞弹，还有35架的伊朗无人机哦，所以就怒了。现在阿联也禁止伊朗籍人士入境转机。那现在呢，波斯湾的情况呢，紧张局势也持续的在加温了。不仅仅禁止你入境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3大航空公司也说呢，现在呢，我们就不让你来进行转机了哈。那另外还有看到科威特啊，也是被攻击的非常惨，所以呢，科威特的国家银行也关闭总部2天，是为了要保障所有人安全以及业务能够继续营运，所以1号跟2号都关闭了总部2天。那现在呢，川普呢反倒是把气出在哪里？出在北约盟国身上了，说你都没有来帮我，所以呢，他甚至考虑要退出北约哈。他说呢，北约是一个纸老虎，并且呢，将美国从该防御条约中撤出，现在是无需在意的啊。那施凯尔英国首相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不管有任何杂音哦，我们还是会基于英国国家利益行事。但是他还是召集了35国一起去研商要怎么样去恢复航运的通行啦。那他召集了35国开会，那评估所有可行的外交以及政治措施，以恢复航行自由，保障受困船舶与船员的安全，并且呢恢复关键物资的运送。那另外法国呢，他也是一样被批啊，在战争的时候都不帮忙的。那马克宏啊，他就赞欧洲，但是暗讽川普。好，他说呢，批评那些声称自己比盟友走的要快许多的国家，你无法知道他们明天是否会做出可能伤害你，甚至不通知你的决定。这在说谁啊？那当然就是在说美国川普了啊。好，那现在战事结束之后，荷姆兹海峡会不会开放呢？川普很乐观哦，他说啊，只要这个伊朗想要卖石油的话，他自然就会开放荷姆兹海峡。所以呀，结束战事之后呢，油价就可以迅速回落了，而且股价呢也会再次的上涨。甚至他还说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荷姆兹海峡，我们美国自己有油啊。但是 CNN 就呛了，说这个世界需要分析人士质疑了。该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要修复这些设施需要时间。就算你战争结束了，能源供应也不会立刻恢复。所以啊，全球的油价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高居不下，因为气田啊、油田啊都被炸了，这个要重建的话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内。好，而且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也说什么？说啊，他们会继续去封锁荷姆兹海峡。好。最高领袖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了内容，说呢要继续封锁海峡，而且他们还在干嘛？研究要怎么样去开辟其他的潜在战线呢？我们的这个战就会继续打下去了。而外媒也声称呢，其实伊朗现在呢也去找老大哥中国去寻求安全保障。好，那不过中国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外交部马文林就说了，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而我们也愿意呢与各方来进行加强沟通协调。好，现在看起来啊，美国的战斧飞弹真的要告急了吗？请教赖教授。战斧巡弋飞弹是美国的主力导弹之一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弹，造价很贵200万美金200万美元一枚。它可以从陆地上发射，也可以从空中由飞机发射，也可以由潜舰从水底下发射，它也可以从水面战舰
由水面上来发射。您刚刚看到的这个图，它就是水面发射的，所以它本身是多种用途的多种发射的方式的一种巡弋导弹，可以飞上千公里。它的误差多少呢？10米，10公尺而已哦。那也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导弹有多好。那这个导弹，我们一般来讲，上次打那个伊朗的那个小学造成100多人死亡的，就是这种战斧巡弋导弹。这个战斧巡弋导弹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它死亡的。为什么？因为它除了把这个目标可以用拍照的方法，用卫星拍照的方法，把它烧进它的这个晶片里面，所以它可以识别。而它在飞行的过程里面，它在末端的时候，它的还有摄像头，而摄像头是高清晰度的摄像头，所以它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它要打的目标。那明确看到打的目标，它可以在最后的关头的时候，它可以重新写编程。那也就是说，它可以取消对于那个目标的攻击，然后开始在空中巡逻盘旋，然后最终再去打那个目标。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导弹有多好。因此，伊朗的那个小学被打3枚导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操作员可以看到小孩子已经在校园奔跑了，也就是说都在哀嚎了。因为他的第1枚打中的时候，小孩子因为他可以看到荡秋千，可以看到小学的设施，可以看到他第1枚打中的时候，孩子已经在奔跑的过程中，摄像头都可以看得到和他在打第2枚打家长。他在打第3枚的时候，当家长把伤患的孩子送到隔壁的军医院去治疗的时候，他在打第3枚，完全可以避免哦。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导弹有多好，可它已经消耗了850枚，850枚消耗里面有1/4左右是故障，所以它本身的良率并不高。好，可是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最头痛的是在于，不但是库存已经消耗一半了。最主要的是在于它的生产能力赶不上，所以当它一直在消耗，生产能力跟不上的时候，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未来的飞机就轰炸机或者是船舰或者是潜舰，它没有了这个导弹了以后，它们变成没有利爪的狮子或是老虎，没有利爪的狮子或者老虎连牙齿都没有的时候，它就不再可怕了。也就是说，它可以是庞然大物，但是它没有这个利爪。战斧巡弋导弹就是这个利爪，当它没有的时候，就坦白说，那就没有办法出去打仗，它就要挨打的份。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恐慌。为什么？因为如果它的消耗量太大，而战争没有停止，继续在打的话，那未来它不可能跟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来打一场战争。连中等的国家都可以去欺负美国咯，那就不要讲大国了，可以完全碾压美国。那你想想看，对于他们来讲，要不要赶快结束这个战争？对川普来说，要怎么结束战争，这是他最苦恼的地方。好，所以没有了战斧的话，就等于美军在全球都没有威慑力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真的有可能要退出北约吗？请教聂老师。OK， 川普其实喊退出北约，已经基于很多的考量，他早就有想，但他永远站着自己的利益。假如北约给他很多的利益，他不会想退出。但是他发觉他在所有的国际组织，他都是他自己讲的嘛 ，give too much, take too little， 他拿太少给太多，他总觉得是他帮别人。你知道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利益导向嘛，哈。那当然不管他交易艺术怎么写，但我觉得这个时空转变，此一时彼一时。也是要回忆一件事，2003年2月5号，那个世英将这么优秀的波威尔勒黑人拿了一个这样的白粉他说毁灭性武器嘛，化学武器，不是发现了吗？攻打这个伊拉克，从2000年打到2011年，对不对？请问一下，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国家，就英国先开始说，发现就要打，所有人都相信美国，全部就开始打伊拉克，有没有这件事？有啊。现在呢，这次川普讲了多少次，这些欧盟国家按兵不动。那你说是他们因为欧洲虎都变欧洲猫都没有能力吗？不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军演，有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战力，但重点是他们看穿了川普的做人，所以马公也讲得很清楚啊，他盛赞欧洲啊，
他讲得非常清楚嘛，他说他不知道明天他会怎么样伤害你，甚至不知道他明天要做什么样的决定，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他们觉得啦，我觉得领导人都知道，觉得川普已经严重伤害到了道德和法律，突破了这个底线。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你，川普还是霸主啊，但他不能得罪你，但也不能支持你了，这就是这样子。第二个我要讲，这是典型的消耗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军武不对称，美国强。可是你知道吗？从代价来讲，我们讲这么贵的武器，刚刚不管讲多贵，都是贵嘛。战斧200万，这个爱国者400万，或者哇，整套的萨德要1亿多，这个已经消耗的非常多。第二，经济的不对称。一个这个军事价格不对，经济不对，现在会影响的还不只是石油、石化、这个能源石化等等，都会影响到很多经济，会冲击到川普。第三个，美国信誉的不对称，这次对美国穿皮鞋跟一个打光脚人打下去，这个穿皮鞋人将来在全球的信誉一定会一滑再滑，他必须踏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台湾国家也要开始反制伊朗了吗？来请教李胜峰委员。是这个川普搞乱了世界，同时也搞坏了盟邦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看两个地方的关系的转变。一个呢，现在加拿大为首啊，正在号召北极签6国新同盟关系。北极签6国新同盟关系，就是说，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啊、加拿大这样构成了一个新的华国圈，这个摆明的就是捍卫了冰岛，因为这个格陵兰还加上一个冰岛，我说6个国家。但是看出为什么？因为我的一个领土在这里，谁也没得罪。川普说我要就一副咄咄逼人的要，然后对欧盟的这些国家那种极为羞辱的讲法。就让这些国家有充分的不安全感，要自己起来。所以美国会被欧洲慢慢的隔离出去啊，不是欧洲的需要，是基于美国做错的结果。另外，就海湾的这些国家，海湾的这些国家里面是富国，但是呢，国富精弱，就是国家很有钱，军事能力很薄弱。那在这样的情境里面呢？美国占据了这个地缘位置，投资了相当多的军事设施，表面上是保护了这些国家，也为了以色列作为第一线的防范的据点，同时在整个的驻军也就在海湾的这些国家，海湾的这些国家里面赢得了最近这发展里面呢，赢得了全世界所有投资者的青睐，有钱人的青睐所以我们到这些海湾的国家，你们看到它一栋一栋漂亮的超级别墅盖了起来，吸引谁？一栋一栋漂亮的6星级、7星级的酒店盖了起来，吸引谁？同样的，也因为地理的原因呢，所以像一些 AI 人工智能的中心，甚至芯片的研发中心，也符合了海湾国家想要发展的，他们都做了。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因为有美国。所以是安全的，